朋友们问你们一个扎心的问题，是不是学了 MACD 的金叉、死叉就能够在股市精准的踩点呢？但结果是跟着这个金叉买入转眼就被套在这个山顶站岗，跟着死叉卖出，眼睁睁看着这个股价直线飞天，是不是越操作越怀疑自己呢？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你抓错了这个核心的信号，新手才死盯滞后的死叉和金叉，真正的高手早就放弃了这种无效操作。只等一个代表股价即将加速暴涨的核心信号，就是佛手向上。大家好，我是 Henry。想学这个绝招呢，你必须要先吃透 MACD 的核心逻辑。零轴呢，从来不是一条普通的线，而是多空博弈的分水岭。老股民常说零轴线上舞，零轴线下空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零轴之下呢，是空方主导的汪洋大海，而零轴之上才是多头掌控的上升通道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记住铁律。佛手向上的买点必须是发生在零轴之上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等这个飞机起飞之后，找到它的第二次加油提速的瞬间。那么到底什么是佛手向上呢？它就像佛祖收势之后猛然出击的手，先含蓄的合拢，再强势的向上绽放。具体呢可以分成4个步骤，每一步都是藏着涨跌密码。第一，金叉打底。股价经过一波上涨或者是筑底的整理之后 ，MACD 在低位形成金叉，这个不是买入的信号，只是行情启动的初步信号，说明多头开始起步发力了。第二步，靠拢不死叉，金叉之后呢，股价开始回调或者是横盘整理，这个时候呢 ，MACD 的快线会向慢线靠拢，两条线无限的接近，但最关键的是呢，它没有形成死叉。同时下方的绿色能量柱会不断的缩短，甚至缩成一个小的绿点，但它始终没有变红。这就说明上涨的动能虽然在减弱，但做空的趋势始终没能占据上风。第三步，启动阳线，在双线即将靠拢、绿柱极短的时候，股价突然就拉出一根强势的阳线，最好是跳空高开的阳线，打破这个调整的僵局。那第四步呢？绿柱重新的放大，随着这根启动阳线的出现 ，MACD 的绿柱能量柱应声而起，重新明显有力的开始伸展。就是这一刻，佛手再次的向上打开，这就是我们等待的二次趋势加速点，也是最佳的买入时机。再看一下实战当中的辅助判断技巧，这是提高胜率的关键。首先是均线配合，抓拉升启动点要用21天均线。当佛手向上出现的时候，股价必须要站上21天均线以上，且21天均线保持向上的走势，这就说明中短期趋势是较强的。同时呢，股价与21天的均线的乖离不能太远，避免追高站岗。其次呢，我们要关注拉升前的一个股价的形态，如果回调过程当中出现连续的阴线、长阴短柱或者是极阴次阳等等特殊的下跌形态，后续启动的爆发力就会更大。这些形态呢，意味着空方的力量即将耗尽，多方随时可能发起反攻，把拉升点当天 K 线的低点作为一个防守位。真正的强势行情启动之后，会很少的回踩这个防守线。如果买入后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，大概率说明这个行情的力度不足，要及时的止盈或者止损，避免被套。我们还要学会筛选标的，避开已经走完小上升浪加速行情的股票，因为股价短期已经经历过一段暴涨，哪怕出现佛手向上的形态，再次加速的概率也是很低的。我们要找的是筑底后缓慢爬升、闪位加速的标的。那这类股票的二次拉升空间才足够大。另外呢，要说明的是，市场当中呢很少有完美的走势，更多的是复杂多变的形态。给大家看一个实战案例，某只股票呢在盘整后缓慢的爬升，21天均线呢持续的向上，那股价呢多次在均线上获得支撑 ，MACD 双线多次靠拢。当某一天突然出现一个强势的上涨阳线 ，MACD 的绿柱明显的放大。佛手向上的形态完成之后，这个股价就开启了一波凌厉的拉升行情，这个涨幅远超第一波上涨空间。最后呢，要提醒几个实战的误区，不要把水下金叉的靠拢当成买点，必须要等到突破零轴之后再动手。不要忽视21天均线的方向，均线向下的股票坚决不碰，不要追高乖离过大的股票，避免一个回调的风险。不要在小三浪加速之后介入，学会放弃一个鱼尾行情。好了，我们来画一下重点。
佛手向上的精髓呢，就是金叉打底、靠拢蓄势、阳线启动、绿柱确认，它帮我们过滤了噪音，直击这个即将拉升的一个核心节点。那今天 MACD 的佛手向上的战法就讲到这里。另外，在评论区评论一个9字，我就知道你看到最后了，我会奖励你一个独门的战法实战书。如果这条内容对你有帮助啊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点赞。未来呢，我还会继续的分享更多的技术分析干货，带你告别盲目跟风，用靠谱的战法做交易。我们下期见。